一张没有王冠、没有华服的全家福，刚一发布就看哭了上百万英国人。凯特刚走完24小时3峰挑战下山，满身疲惫却笑着撞进威廉怀里。一旁的夏洛特捂着脸喜极而泣，乔治站成了小大人的模样，小路易拉着妈妈的手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身后站着凯特的父母和弟弟，一大家子人站在青山脚下，比任何一场王室盛典都动人。偏偏赶在哈里一家反映的这几天，肯辛顿宫放出了这组照片，没有造势，没有通稿，就安安静静放在官网首页，结果直接屠了英国所有媒体的头版。哈里那边提前半个月预热的行程，没溅起多少水花，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落在了威尔士一家的笑容里。7月5号，肯辛顿宫正式放出这组照片，主角是刚完成英国国家3峰挑战赛的凯特王妃，没有提前预热造势，没有配长篇公关通稿，就简简单单几张生活感十足的照片，却在短短几小时内刷遍了全英社交平台。这组照片之所以能爆，就是因为太真实了，没有王室摆拍的僵硬感，没有端着架子的体面，全是藏不住的真情实感。连追了王室10几年的老粉丝都直呼活久见。最让人破防的第一个画面是威廉的拥抱。凯特刚走到营地，连登山帽都没摘，额头上还带着汗，穿着简单的黑 T 恤、红短裤，一身登山装备都没卸干净。威廉直接大步迎上去，一把把她紧紧搂进怀里，脸贴着脸抱得特别用力，镜头里都能看到凯特的脸颊被挤得变了形。熟悉威廉的人都知道，他出了名的内敛克制，从小到大接受的王室教育就是喜怒不形于色，公开场合永远端着王储的分寸感。上一次他当众情绪失控，还是母亲戴安娜王妃的葬礼。这一次，悬了24小时的心终于落地，担惊受怕了整整2年的人，平平安安站在眼前，他再也端不住了。这个拥抱里，有后怕，有心疼，更有失而复得的庆幸。过去2年有多难，只有他们夫妻俩自己知道。凯特治病最艰难的时候，威廉一边要扛着王室的公务，替身体不好的父亲分担压力，一边要照顾3个孩子，跟他们解释妈妈的病情，还要陪着凯特跑医院做化疗，背地里还要扛着外界各种离谱的谣言。他没喊过苦，没诉过委屈，可抱住妻子的那一刻，所有的情绪都藏不住了。凯特治疗最密集的那几个月，威廉直接推掉了好几项王室公务，把大部分日程都往后挪，专心在家陪妻子。他每天早上陪凯特去医院化疗，下午回来就陪她在花园散步。凯特吐槽副作用难受，头发掉得厉害，他都认认真真听着，连他随口说的一句想吃小时候的柠檬饼干都记在心里，特意让厨房照着做法做。他从小经历过母亲戴安娜的离世，太清楚亲人患病的无力感，所以这一次他寸步不离。外界传谣言传得最凶的时候，他没站出来说过一句狠话，只是默默把3个孩子照顾好，把家里的事扛起来，让凯特能安心养病。有王室工作人员透露，化疗最难受的那几周，威廉常常等凯特睡着了，才悄悄去书房处理公务，熬到凌晨又回房间陪她，从来没喊过累。旁边站着的夏洛特都看愣了，小姑娘长这么大，估计都没见过爸爸这么用力抱妈妈。再看夏洛特，这孩子的懂事最戳人。见到妈妈走下来的第一眼，她直接红了眼，下意识抬起手捂住脸，眼泪顺着指缝往下掉，是实打实的喜极而泣。等凯特转过身，张开胳膊抱她，小姑娘趴在妈妈怀里，半天都不肯抬头。为什么反应这么大？因为她是3个孩子里最敏感、最细心的一个。妈妈生病的这2年，她看似不说，其实什么都懂。去年阅兵下大雨，凯特坐在马车上抬手擦窗户，她立马凑过去跟着一起擦。平时出席活动，她永远记得帮弟弟妹妹整理衣服，提醒他们守规矩。她知道妈妈遭了多大的罪，知道这场挑战有多不容易，所以看到妈妈平安站在眼前的那一刻，情绪一下子就绷不住了。凯特也最懂女儿的心思，紧紧搂着她拍背安抚，没一会儿就把小姑娘哄得露出了笑脸。你能清清楚楚感觉到，这
这不是教出来的王室礼仪，是母女之间刻在骨子里的默契。很多人只看到夏洛特当场落泪，却不知道这2年小姑娘默默扛了多少事。凯特刚确诊化疗的时候，身体虚弱到连下床都费劲，10岁的夏洛特就主动当起了小帮手。每天放学回家，她先跑到妈妈卧室，把粉丝寄来的祝福信一封封念给凯特听。妈妈化疗后没胃口，她就跟着厨房阿姨学做简单的水果沙拉，端到床边喂妈妈吃。甚至小路易闹脾气的时候，也是她蹲下来哄弟弟，告诉弟弟妈妈在打怪兽，我们要乖乖的。王室传记作家罗素·迈尔斯在新书里提到，那段时间夏洛特几乎接管了家里的小琐事。凯特情绪不好的时候，他就拉着妈妈的手唱歌，像个小大人一样撑起了家里的温柔角落。老大乔治又是另一种样子，12岁的小伙子，身高已经快追上1.78米的妈妈了。他不像妹妹那样直白的哭，就安安静静站在妈妈身边。凯特搭着他的肩膀，2个人像朋友一样聊天，内敛又踏实。看到妹妹掉眼泪，他也低着头红了眼，只是不好意思像妹妹那样直接哭出来。长兄如母，这2年妈妈生病，他也悄悄长大了。他会主动照顾弟弟妹妹，会在妈妈不舒服的时候安静陪在旁边。小小年纪就有了小男子汉的样子。乔治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持妈妈。12岁的男孩不善表达，就偷偷做了一张妈妈康复进度表，贴在自己的书桌里。每次去医院复查回来，就认认真真画上一格，还在旁边标注今天妈妈吃了一整碗饭，今天散步了10分钟。他还主动担起了长兄的责任，辅导路易的功课，带弟弟踢足球，不让家里的小事打扰妈妈休息。凯特后来访问医院的时候说起过，最艰难的日子里，3个孩子就是他的止疼药。早上醒来看见他们趴在床边看我，就觉得什么坎都能过去。小路易年纪小，不懂什么是癌症，只知道妈妈生病了不能陪他玩，他就趴在画纸上画了一幅妈妈打怪兽的画，歪歪扭扭的小人举着宝剑，旁边写着妈妈最厉害，塞到凯特枕头底下。化疗期间，凯特常常因为副作用掉眼泪，每次看到这幅画，就又能撑下去一点。最小的路易就完全是小孩子的模样了，他心思简单，只知道妈妈回来了，开心的不行，拉着妈妈的胳膊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一会儿说家里的狗，一会儿说自己新学会的游戏。等妈妈和姐姐抱着说话的时候，他觉得无聊，转头就跑去逗家里的宠物狗玩，活脱脱一个没心没肺的小开心果，瞬间就把有点伤感的气氛拉回了轻松的调子。还有个路人拍到的细节特别暖，下山最后那段路是弟弟詹姆斯陪着凯特走的，2个人十指相扣，詹姆斯一路扶着他，怕他累着摔着。后来詹姆斯自己也发了社交动态，说2年前姐姐在医院的时候，他就跟姐姐约定，等她好了，一起爬这座山。现在他兑现承诺了。最后那张全员大合影更有味道，威廉带着3个孩子站在左边，凯特的父母、弟弟站在右边，凯特站在正中间，身后是青山绿草，一大家子笑得特别放松，没有森严的等级，没有刻板的站位，就跟普通人家迎接家里凯旋的亲人一模一样，烟火气直接拉满。很多人看完只觉得暖心好哭，可静下心来品就会发现，这组照片最动人的地方是它藏着最朴素也最有力量的答案。家人永远是你跨过人生低谷时最坚实的靠山。先说说夫妻之间的相守。威廉为什么这么珍视这个家？因为他小时候吃过家庭破碎的苦，父母的婚姻闹得全球皆知，母亲早早离世，弟弟后来又和家里闹翻，他比谁都明白一个安稳完整的家有多难得。他曾公开说过，结婚生子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。凯特是全世界最好的妻子和妈妈。遇到凯特之前，他见过太多王室里的虚情假意、利益算计，是凯特带着烟火气的温暖，把他拉出了童年的阴影。所以凯特生病这2年，他寸步不离地陪着，宁可推掉部分公务，也要守在妻子和孩子身边。之前外界传了很多离谱的谣言，说他们婚姻破裂，说威廉出轨，说的有鼻子有眼。
可凯特从来没特意发过声明澄清，威廉也没站出来骂过造谣的人，他们只是安安静静过自己的日子，治病、养孩子、忙公务。等凯特康复了，就有了这张用力拥抱的照片，没有长篇大论的辩解，没有针锋相对的声明，只用最真实的相处，就让所有流言不攻自破。感情这件事，从来不是说出来的，是做出来的。一个拥抱的分量，胜过1万句公关通稿。再说说娘家的底气，凯特能扛过这一关，米德尔顿家族绝对是他最硬的后盾。妈妈卡罗尔从凯特确诊那天起，就几乎天天泡在女儿家里，接送3个孩子上下学，照顾凯特的饮食起居，帮着料理家里的琐事，还给身心俱疲的女婿加油打气。去年圣诞，威廉直接推了温莎城堡的家族大聚会，带着老婆孩子回丈母娘家过，这在温莎历史上都是头一回。他就是记着丈母娘的这份恩情，知道妻子在自己娘家才最放松、最安心。弟弟詹姆斯和姐姐的感情更是让人羡慕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詹姆斯早年得过重度抑郁症，严重的时候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。那段最难熬的日子，是凯特和妹妹琵琶天天陪着他，带他去户外，去登山，告诉他大自然能治愈人心，陪着他一点点走出了低谷。所以等凯特生病的时候，詹姆斯比谁都着急。他跟姐姐定下登山的约定，就是想用当年帮他走出来的方式，陪姐姐重新找回力量。这次3峰挑战，他提前好久就开始准备，全程陪着姐姐走完最后一段山路，兑现了当年的承诺。你帮我走过人生的至暗时刻，我陪你跨过命运的大山。这种双向奔赴的姐弟情，比任何珠宝都珍贵。还有凯特自己的育儿观，也在这组照片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3个孩子性格完全不同，但个个心里都装着家人，真诚又善良。凯特养孩子，从来不是扔给保姆就不管了。刚生乔治的时候，威廉在威尔士当直升机救援飞行员，经常值夜班，他就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在安格尔西岛，那地方偏僻得很，身边没什么家人帮忙，他就自己摸爬滚打，学着当妈。他自己也说，刚当妈妈的时候也手足无措，没有什么万能公式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，尽自己所能照顾好家人。他不追求完美妈妈的人设，敢公开说当妈妈很辛苦，有疲惫也有焦虑。他教孩子懂规矩，分场合，也允许他们有小孩子的天性。所以夏洛特会当众掉眼泪，路易会跑去逗狗，乔治会害羞内敛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样子，不是千篇一律的王室木偶。这就是米德尔顿家注入王室的东西，真诚。它是烟火气，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，没有那么多虚情假意，一家人就是互相扶持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好好过日子。威廉能遇到凯特和他的家人，真的是运气好。他从小在冰冷的王室规则里长大，是凯特带着一大家子的温暖，给了他一个真正的家。这份家人给的底气，最终化成了他挑战自我的勇气。很多人看完照片感动之余，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凯特完成的这场3峰挑战，难度远超很多人的想象。什么是3峰挑战？就是要在24小时之内，接连爬完英国本土3座最高峰，苏格兰1345米的本尼维斯山，英格兰978米的斯卡菲尔峰，威尔士1085米的斯诺登峰，全程徒步加起来23英里，累计爬升超过1万英尺。3座山之间转场开车就要开462英里，相当于你凌晨爬完一座华山，中午狂奔400多公里赶去黄山，晚上再登顶泰山，连赶路带爬山连轴转，中间几乎没什么完整睡觉的时间。别说生过病的人，就是常年健身的年轻人，能完完整整走下来都不容易。而凯特是英国王室有史以来第一个完成这项挑战的成员。这场挑战的强度远超很多人的想象。凯特选在6月27日深夜，从苏格兰本尼维斯山脚下起步，这是英国本土的最高峰。夜里山间全是碎石路，山峰裹着白雾，刮得人站不稳，气温低到只有几度。他没带随行侍从，没搞王室排场，只背了登山包，揣着头灯和应急装备，一步一步往上爬。
只有山地救援的车辆远远跟在后面，确保安全，绝不插手。登顶的时候天还没亮，他对着山顶的方位碑拍了张照，身上的防水冲锋衣被风吹得鼓鼓的，手上那枚戴安娜传下来的蓝宝石钻戒在冷光里亮得显眼，脸上却笑得特别轻松。爬完第一座山，他只在车里啃了2根能量棒，喝了杯热饮，就立刻往英格兰的斯卡费尔峰赶。3座山之间转场车程加起来有462英里，差不多是从北京开到郑州的距离。赶路的间隙，他就靠在座椅上补觉，全程没进酒店休息，连轴转了整整24小时。最后一座斯诺登山，他是在第2天傍晚走完的。下山的时候腿都在抖，却还是笑着跟偶遇的徒步者打招呼。对方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是王菲，事后说他累得喘气都不稳，还停下来跟我们聊天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更让人动容的是他挑战的初衷。2年前他确诊癌症，动了大手术，做了好几个月的预防性化疗，去年这个时候还在小心翼翼休养，连公开露面都要控制时长。这一次发起挑战，不是为了刷记录博眼球，是为了给皇家马斯登癌症慈善机构筹款，宣传癌症全人照护的理念。说白了，他自己从癌症的低谷里走出来，想靠亲身经历告诉所有病友，治疗结束不是人生的终点，好好调养，照样能回归正常生活，甚至能挑战以前不敢想的事。全程登山，他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走下来的，只配了山地救援队沿途做安全保障，没搞任何特殊待遇。威廉带着3个孩子，还有凯特的父母、弟弟，全都等在最后一座斯诺登峰的山脚下，安安静静等着他凯旋。这场挑战最珍贵的地方，从来不是王室成员创下纪录的噱头，是凯特把自己淋过的雨，变成了给别人撑伞的力量。他在挑战结束后写的那段话，特别戳人。他说，参加3峰挑战，不只是一项体能考验，更是想探索确诊之后的人生，回馈社会。癌症不只是影响身体，它会改变你的想法和感受，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。走过治疗这段路，需要的远不只是药物。他支持的皇家马斯登慈善机构，倡导的就是全人照护，不只是治病，还要关注患者的情绪、心理、社交和精神健康。他自己得过病，所以他懂治疗过程里的无助，懂康复之后的迷茫，懂家人陪伴的重要性。所以他想用自己的经历，告诉更多病友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好好爱自己，好好生活，人生还有很多可能。这场挑战筹到的所有善款，都会全额投入皇家马斯登医院的整体健康康复中心。这笔钱不只是用来买药、做治疗，更多是用来搭建癌症患者心理疏导室，开设户外自然疗愈课程，还有术后运动指导项目。凯特自己走过抗癌路，他太清楚了，癌症折磨的不只是身体，更是心理。治疗结束之后，很多人还是陷在焦虑和恐惧里，找不到回归正常生活的节奏。他在挑战结束后写的长文里，特意加了一句，请知道你并不孤单。这句话传开之后，皇家马斯登的心理援助热线1周内接到了上千通咨询电话，很多原本不敢求助的患者，因为这句话鼓起了勇气。医院负责人特意公开致谢，说凯特一个人的力量，顶得上10场公益宣传。他让更多人看见了癌症康复期的困境，也给了无数人撑下去的底气。之前温网公开赛上，他还特意去见了11岁的骨癌小患者安布罗斯。当时小男孩要去中央球场掷硬币，凯特特意停下来，单膝跪地跟他平视，跟他聊自己化疗的感受，鼓励他，你经历了这么多还站在这里，已经特别勇敢了。站在旁边的夏洛特和乔治也跟着上前，夏洛特主动伸手跟小男孩握手，说祝你今天好运。乔治则沉稳地说，你站在这里就已经赢了。一家人的温柔和教养全藏在这些细节里。有同行的徒步者偶遇了他，说他下山的时候虽然很累，但遇到路人打招呼都会笑着回应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手上标志性的蓝宝石钻戒，脸上的疲惫感都做不了假。他不是来做秀摆拍的，是真真切切走完了全程，真真切切想为癌症患者做点事。这就是凯特最有魅力的地方。他身居高位，
却永远有共情心；经历过低谷，却永远想着拉别人一把。他不喊口号，不立人设，就安安静静做事，用行动说话。刚好赶在哈利一家反映的这几天，这组照片悄悄刷屏了。没有刻意的造势，没有繁杂的通稿，只是一家人最真实的团聚，就抢走了所有的目光。说到底，民众心里的天平从来都很公平。比起纷扰的争议、反复的爆料，大家更愿意为真诚的温暖驻足。比起算计来的流量、炒出来的热度，大家更认可踏踏实实的付出，长长久久的坚守。凯特的人气从来不是抢来的，是10几年跑公务、做慈善、守本分，一点点攒出来的。他经历过病痛，却依然想着帮助别人；他身处王室，却依然过着有烟火气的生活。这样的人，自然会赢得大家的喜欢。这世上从来没有凭空而来的好感，也没有不劳而获的尊重。你付出多少真心，就能收获多少认可；你扛起多少责任，就能配得上多少荣耀。凯特用2年的时间，从癌症患者变回那个能爬3座大山的王妃，靠的不是王妃的头衔，是骨子里的坚韧。威廉能拥有人人羡慕的家庭，靠的不是王子的身份，是对家人的珍惜和担当。米德尔顿家族能赢得全英国的尊重，靠的不是攀附王室，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和团结。他让大家看到，原来高高在上的王室也可以有普通人家的烟火气，原来戴着王冠的人也可以有真诚直白的喜怒哀乐。这样的王室才是民众愿意支持的王室，这样的未来王后才是大家愿意信服的领路人。故事的最后，山脚下的拥抱会被人记住，喜极而泣的小脸会被人记住，一大家子的温暖会被人记住。这些藏在王冠背后的烟火气，才是王室最珍贵的财富。